原文：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；大盈若充，其用不穷。大智如屈，大巧如拙，大盈如彼。奏圣寒经生久，情境可以为天下正。白话：大器似缺损，用不多费；大满似激流，用不枯竭；大智似口拙，大巧似简单；大圣似显然，动胜寒，亮胜光。趋势明则可正天下。真正的大器看似有缺，其实用不耗费；真正的盈满像激流不止，而取用不竭。最打动人心的话，言语反而朴拙；最巧妙的设计，往往看起来简单。最大的胜利是赢得必然与显然。寒气可由动来化解，黑暗能以光明驱散。当世道的趋势被引向光正之途，天下便可自然而然地归于正道。大成之所以不弊，是因为它顺应了自然的法则；大盈之所以不穷，是因为它保有不竭的活水源泉。道法自然，正是夏朝思想的根本精神。古文中的请意味驱动，静则代表明显，请静就是趋势的显化。那么，如何让天下走向自然的大同与太平？唯有道法自然的道德之治吧。全篇道理主轴在于势所必然，说与必听，所以貌似口拙；做与必成，所以貌似简单；胜于必克，所以貌似显然。表面上看来都是自然而然、理所当然，其实都是精心设计、巧妙安排的结果。正是无为的境界，在无形之中早已完成一切安排。试想，有一天，人造的果园能像自然的花果山一样繁茂，那便是农业的无为。若人造的器物能与自然和谐共存，不污染、不浪费、可循环，那便是工业的无为。因此，无为之道不仅是化解宇宙混乱的良方，也是治愈地球生态危机的希望。那么，如何以无为之道治愈地球的生态危机？从前例可以推的两个方向，其一，产业自然化；其二，都市地下化。所谓产业自然化，不是以人力去塑造自然，而是以众生之力去赋予自然。当人类愿意还地于自然，不再过度开发，不再制造污染，大地便能自行恢复生机。如此，地球的生态也就不会再爆发人类无法承受的巨变。然而，要让产业自然化，人类的文明必须先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重生。这场重生也许要仰赖华夏文明的再度觉醒，因为唯有深知道法自然之理，才能化解产业腐化的桎梏。科学与技术本无善恶，它们只是工具。科技能成为道的助力，唯有当人心朝向自然之道，科技才能真正利益众生。至于都市地下化，也不一定真要隐于地底。所谓地下化，是让城市的心态回归于自然，让建物融合于自然之中，让土地回到生态的怀抱，那才是真正的还地于自然。环保意识是人类对生态危机的初步觉醒，但现今的环保行动却仍止于表面，只是扬汤止沸，
延缓崩坏的速度，却未曾改变灭亡的方向。这样的努力，就像把侥幸改成凌迟，痛苦更长，结果无益，甚至有人宁愿引爆核战，也胜过慢性灭亡的绝望。要真正拯救地球，唯有创造是所必然的转变，关键在于符合自然规律，拥抱活水宣言。道德经其实是被汉儒篡改后的产物。当年那些迂腐的汉儒未必真懂黄老之学的深意，他们将原本记录3代黄老之学的《离耳笔记》改编成老子一人的著作，为了尊孔孟一老庄，便刻意淡化其中的民本精神，也削弱了它的实用价值。就这样，黄老之学被偷换了概念，从实用变得空泛，从清晰变得玄虚。举例来说，原本的黄老之语是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，但汉儒将它改成了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，只换了一个字，意境却全然不同。弊意为耗费，弊则指耗损，看似相近，却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原意是成就大事而不多费，因为顺应自然之事，被改后却成了成就大事而不衰败，仿佛一切自会永续不损。这样的说法看似有理，实则空洞，脱离现实，毫无可行之处。想想看，大禹治水只用了13年，他凭的是什么？唐太宗平定突厥只花了4年，他又依靠什么？正符合黄老之学的真意，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。这就像构筑一座古老的榫卯石墙，表面看来石块大小不一，形状各异，仿佛到处缺陷，但正因为就地取材，因势而构，反而能轻松抵御强震。每一块石头都经过巧妙安排与细心打磨，彼此咬合的严丝合缝。这样的结构柔韧而稳固，远胜那种耗费巨大、看似整齐的方砖石墙。这正是大成若缺的智慧所在，表面不完美，却蕴藏着最高的完满。看似不坚固，其实是顺应自然、顺势而成的极致作为。成大功而不耗费，是因为善用趋势，如山川之形，如水流之势；而若成大功却不耗损，那只是把百姓视为韭菜，一茬接一茬，割了会再长。这一字之差，揭开了2种之道的本质差异：一者顺应自然，一者物化圣民。也因此，真正的黄老之道是让天下因势而化，而非以势压人。大盈若冲，其用不穷，说的是能长久运作而不枯竭，是因为常保活水的源头。这并不是看似充盈其实空虚的意思，而是指真正的丰盈来自于源源不断的流动。或许正因为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必上梁不正，使得大盈若冲，其用不穷虽未被篡改，却被后人曲解了原意。至于大智如屈，大巧如拙，大盈如秉这几句，其实阐明了无为而治的要旨。说与必听，所以貌似口拙；做与必成，
所以貌似简单；生于必克，所以貌似显然。这正是无为之道中柔的方面，就是循自然之理，营造必然之势。说与必听，关键不在于说，而在于是。就像一个男子笨拙地对心爱的女子说出3个字：“嫁给我。”他含笑点头，而那些花言巧语、千方百计讨好的追求者，却从未能打动他的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感动人的不是那句话本身，而是那一刻时的成熟，是那份真诚，那段相知，那种情感的积累，在那一瞬间水到渠成。这正是黄老之学的奥妙所在。无为不是不作为、不胡为、不干预，而是让万物在精心安排的趋势中自然形成，如水顺流，如花自开。当百姓饱受水患之苦，屋舍家具皆泡于水中，饥寒交迫，哀声四起，此时执政者该怎么办？黄老之学给出了答案：燥胜寒，静胜久。当困境来临，不可坐以待毙，唯有行动起来，才能化险为夷，带领众人自救，动员起来治水、重建、耕种，让百姓重新看见希望，营造趋势，让人们自然而然振作，各得其所，重拾生机。这样的智慧并不仅存在于中国，西方也曾在历史的危机中以同样的道理走出困境。例如，美国总统罗斯福面对大萧条的经济崩溃，并非以权力强制解决，而是以公共建设带动民生，用行动凝聚人心，让人民重拾希望。这正是冻胜寒、静胜久的现代实践。最后，本篇黄老之学可以用一句话作结：请静可以为天下正。请是驱动，静是醒目。请静就是让趋势明显，自然而然却是所必然。如何治理天下？唯有顺应自然之道，营造必然之势。当万物各归其位，当众心归于正道，天下自然能太平。